角色可以说是每个游戏公司重要的产权。一个优秀的角色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，而自从客串角色的文化出现后，玩家们都希望自己喜欢的角色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游戏平台中，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。可玩家们又知不知道想让角色客串需要达成什么条件呢 ？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家机密。原田胜宏 （Harada Katsuhiro） 是日本万代南梦宫的游戏总监兼制作人。他除了因为制作格斗游戏《铁拳》而闻名外，他那大胆且真实的发言更是让玩家们对他印象深刻。他说话从来就不会藏着掖着，想说什么就会毫无顾忌地说。那么他究竟说过什么大胆而又真实的话呢？接下来，玩家机密将会与玩家们分享原田这个最真实又传奇的游戏制作人。如果有遗漏或者想要补充的玩家们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，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。哈基梅马秀。有玩过铁拳系列的玩家都知道，铁拳每一代都会加入一些新的角色，以此扩展游戏的内容，让玩家有更多样化的游玩体验。除了可以持续吸引新老玩家，提升游戏的价值，还能够增加游戏的持久性。其中加入新角色，可能是登记游戏故事的原创角色，也有从其他领域客串过来的角色。如铁拳3里的 Gon， 他是铁拳首个客串角色，由当时日本很红的漫画而来的角色。之后就有了 SNK 旗下二郎传说的 D Tower， 快打旋风的 Akuma， 最终幻想了 Noctis， 以美剧行尸走肉的尼根。看到那么多喜爱的角色融入到了自己喜欢的格斗游戏中，更多的玩家纷纷发帖要求添加更多的角色，像是世嘉早期为了做广告而创造的搞笑角色世嘉三四郎、提法、同生一马、假面骑士、Dominic Toretto 等的角色。然而，想让这些角色加入游戏中，并不是一件易事。原田就曾给出了一些建议，例如想解锁世嘉的角色，先是需要找一位间谍进入世嘉的公司，然后想尽办法在世嘉晋升。当他在世嘉拥有一定话语权后，万代就会写电邮与他联络，然后他就要提出友好的交易，想与万代合作。做好这一切后，下一步就会被世嘉给解雇了。原田运用了这样的反转而又幽默的方式，隐晦地解释了两家竞争游戏工作室合作的困难。在众多的声音中，地法是玩家间呼声最高的角色。原田透露，如果想要解锁地法，先是要和桥本真司成为朋友，然后再说服野村哲也。不过也有玩家指出，因为桥本真司已经退休，所以原田应该要联络北濑家范。除了需要和游戏的制作人成为好朋友之外，还要用自身游戏宏大的理念让对方产生共鸣，赢得对方团队的尊重，这样才能够成功的从对方的手中借来角色。虽然他将难度解释得很清楚，但玩家在意的只是能不能将地法加入。于是就有玩家提议签署请愿书，让对方了解玩家们的渴求。但是这样的想法很快就遭到了原田的拒绝，因为这类型的请愿书在没超过10万份是毫无重量的，即使超过了10万份，网上请愿还缺乏可信度，因此只能作为大致的衡量。之后又有玩家提议使用手写签名，就能够避免可信度的问题。然而原田却表示这样的想法是行不通的，就算请愿书的数量再多，但给人的感觉依旧不足够真诚。另外，在公司大楼外示威和在股东大会问答环节提问也没有用，反而会引起相反的效果。接着原田分享了他30年来的经验，他总结只有2个行动是最有效的，在网络和杂志上掀起轰动，引起游戏产业以外的媒体注意，也就是所谓的大规模争议，运用媒体的施压，迫使对方不能够继续无视。第二就是通过写信的方式与公司交流，并不是电邮，而是传统的信纸，因为手写的方式更能让收信人感受到真诚，比起收到1万份网上的请愿书，后者更能让人重视。至于为什么他会如此的了解，就是因为他亲身体验过。曾经他在铁拳中删除了一些比较冷门的角色，不出意外他就收到了关于恢复某些角色的请求信件。只是让他惊讶的是，竟然有人送了剃刀片过来，赤裸裸的死亡威胁。去除掉一些奇怪的信件后，他就开始与开发团队讨论来自世界各地热情洋溢的信件。对于原田的论点，玩家也表示赞同，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方式是最有效的。原田除了敢于揭露别人不敢说的话之外，他在面对外来的诬告也从来不会口下留情。在铁拳8推出不到1个月，
突然游戏就被标上了付费获胜的标签。这个说法立刻就引起了玩家社群的骚动。事件的起因是 Game Reactor 分享了对铁拳8的见解，他们表示铁拳8几乎在各方面都令人失望，而且闻起来就像是抢钱的味道，谴责游戏的付费获胜。在 Metacritic 的媒体评价上也只写了一句话：铁拳8是一款付费获胜的赚钱机器。看见后的原田很快就发起了反击，对付费获胜这个指控感到非常的疑惑，让对方试试在付费后能不能一直连续的胜利，最后反呛对方的分数应该是花钱买来的。此话一出，玩家社群出现了2种不同的声音，不过多数的玩家都选择站在原田的位置。不久，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 Game Reactor 马上删除文章，并赶忙写出新的文章改正错误的情报。眼见 Game Reactor 承认错误并道歉，原田也删除了先前的推文，留下了 Game Reactor 改正文章后的连接。而媒体文章会如此快速的删除并改正的现象，其实是非常罕见的。玩家也表示，只有原田这样敢说的人才能够做到。先前在铁拳8发布之际，也有玩家在得知了基本角色的名单后，发现自己喜欢的角色 Eddie Gordo 不在名单中，于是发文指责了原田是一位种族主义者，不关心黑人角色或黑皮肤的人。此时 Leroy 和 Raven 的头上都出现了很多的问号。原田立即的反击说 Leroy 和 Raven 要踢他的屁股了，明明里面就存在这2位黑皮肤的角色。此外，他也不会因为美剧或电影没有日本角色就感受到歧视，直截了当的说对方根本就是一个没有逻辑、患有妄想症的玩家。如此有攻击性的言论，吓得对方都不敢接话。Asmongold 也对无理的指责和原田的神回复感到惊讶。有人表示就喜欢看这样的回应，忙问被原田怒火烤的可怜小灵魂是否还活着。原田的真实大阪不只局限于社交媒体，在2023年铁拳7 EVO 的决赛现场，就在原田和游戏设计师 Michael Murray 在主持时，突然有一个不速之客登上了舞台，正是快打旋风的制作人小野义德。看见后，原田赶紧叫了保安。就在气氛异常紧张，以为要上演铁拳对战快打旋风时， Michael 却将麦克风交给了小野。原来这是他们准备的惊喜节目。小野已经从卡普空毕业，只是上台互动制作效果，交代2人之前的格斗游戏想合作的后续，最后被原田以开玩笑的方式踢下了舞台。之后越来越多的玩家认识到了原田有趣的性格，于是都故意的一直问他问题，以至于他制作了一件特别的衣服回应众多玩家，而那句话也成为了玩家之间的梗。当时铁拳6一推出后，很多的玩家都对 Leo Cleason 的模糊性别感到好奇，被问到受不了的他直接在 EVO 上展示了那件衣服，成为了经典的画面。虽然原田是一个很呛的人，但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拥有着丰富的同情心。在铁拳8中有一个名为 Super Ghost Battle 的系统，可以迅速的学习玩家们的战斗动作、习惯和风格，然后写入程序，再由 AI 重现该玩家的动作，就像是火影忍者里的写轮眼。某天 Reddit 有一位玩家留言询问 Super Ghost Battle 能不能保存下来，因为他的弟弟很喜欢玩铁拳，可突然他的弟弟就在房间里无声地去世了。为了怀念弟弟，他想用这个系统保留弟弟的战斗数据，可他知道战斗数据保留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他问广大的玩家能不能将战斗的数据保留下来。尽管 AI 只能够模仿拙劣的弟弟，可往后的日子里，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怀念自己的弟弟。就在这个文章发布不到1天的时间里，就有玩家留言，游戏制作人看见了他的帖子，并在推特上回复了他。原田细心的教导他可以下载到本地，他也可以亲自写祝福卡。如果这可以让对方的家人感受好一点，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联络他。这也让其他人看见了不一样的原田，感觉到很温馨。就连 Asmongold 也愿称他为传奇。That is so cool. 不知道玩家们对原田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。另外，现在只需要1元加入我们的 Patreon， 每个月都有游戏相关的 giveaway 哦。这里是玩家机密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